你知道一个人把20年的心血亲手关掉是什么感觉吗？我上个月见了一个老朋友吃饭，他在东莞开工厂做塑胶零件，做了整整20年，不是什么高科技，就是最普通的工业零件，但客户遍布欧美日，每年营业额大概是台币3、4千万，不算大老板，但那是真真正正在那片土地上打过江山、扎过根的人。他知道怎么跟大陆工人谈薪水，知道过年前要怎么留住主力师傅，知道哪个地方官员要打点，哪个检查可以正面刚。20年，那是真的20年。然后他告诉我，去年年底他把工厂关了。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，以为是经营不善，结果他说不是亏损，不是跑路，也没有跟人起纠纷，是他自己主动把门锁上的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感觉那边的空气开始不对了。就这一句话，我当时没有追问，因为我知道这种感觉不是1、2句话能说清楚的。但我后来一直在想，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你每天都能看到2种新闻，而且这2种新闻几乎是同时存在的。一种说中国经济完了，房市崩盘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，青年失业率创新高，外资大规模撤离，恒大碧桂园一个接一个爆雷，总之要完，要完，完全要完。另一种说什么崩盘，你看 GDP 还在增长，制造业规模还是全球第一，出口数字还在上涨，唱衰中国的人年年唱，年年不准，你们这些人就是有偏见。我看了很久，发现这2种说法都不让我信服。不是因为我骑墙，而是因为我觉得用崩盘或者没问题这2个标签去描述一个14亿人口的经济体，本身就是一种偷懒。真实的情况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，经济崩溃不是一夜之间的事，它更像是一锅水在慢慢烧热，你把手放进去的时候温度是30度，感觉还好，等你感觉到烫的时候已经是70、80度了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不同的人放手的时机不一样，有人早早就抽手了，有人还在那锅水里。所以我今天不想跟你讲那些数字，不想念 GDP 报告，也不想给你分析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，我只想跟你讲一个台湾工厂主，他在那片土地上待了20年，他亲眼看见了什么。因为数字可以被修饰，但一个人做的决定是修饰不了的。他告诉我，他真正开始担心不是某一个大新闻出来之后，而是从3件很小的事开始的。第一件事是账期，做工厂的人都知道账期是什么概念，你出货，对方多少天之内打款给你，这是生意往来最基本的约定。以前跟大陆客户做生意，账期大概是30到60天，这是行规，大家都照着走，没人觉得有什么问题。从2023年开始，他发现越来越多大陆客户开口就要求账期拉长，120天，有人甚至开口要180天。他问对方为什么，对方的答案都差不多，最近资金周转需要时间，麻烦理解一下。他当时觉得景气不好嘛，大家都困难，就答应了。结果呢，账期到了，款没来，他去追，对方说再等等，最近资金有点紧，等了1个月再追，对方说月底一定到。月底过了，款还没来，电话开始难打了，再打没人接。他说他那时候才意识到，这不是景气问题，这是系统性的问题。那笔钱最后追回来了一部分，有一部分就这样没了。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语气很平，不是没有情绪，是那种情绪已经被时间磨平了的平。老实说，我听到这里心里是有点难受的。20年的信任基础，账期拉长这件事里面有多少是生意困难，有多少是人心变了，很难讲清楚。第二件事是工人。东莞的工厂以前抢人抢得要命，这不是夸张，是真的。每年春节之后叫做节后返工季，那段时间工厂门口永远是招工的比找工的多，有些老板甚至直接去火车站、汽车站守着，看到背包的年轻人就上去搭话，你来打工吗？我们给多少多少，包吃包住。这种情况从去年开始变了。他说去年有一天他打开工厂大门，发现门口站了10几个人，主动来问有没有活做。20几岁，穿着都还好，
不像是走投无路的样子。他就随口问了一个小伙子：“你之前做什么的？”那个年轻人说：“直播带货，之前有合作的品牌，今年合同没续，就没单了。”他说他当时看着那个年轻人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沉，不是那种看到竞争对手倒霉的暗爽，就是很沉。因为那个小伙子不是没有能力，不是不努力，是整个行业的逻辑突然变了，他被抛出来了。而他工厂里其实也很难再吸收这样的人，因为工厂要的是能长期稳定上线的工人，不是转型期的临时工。两个困境撞在一起，谁也帮不了谁。第三件事是同业，他在广东那边认识了不少台湾老板，做不同行业的，鞋子的、五金的、电子组装的。以前大家吃饭聊的是这里的生意怎么做，某个地方官员好不好打交道，某个工业区有没有新政策。大概从去年中开始，他发现饭桌上的话题变了，大家开始聊去哪里做。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、泰国、印尼，每个人都在研究自己的产线有没有可能搬出去，搬出去成本是多少，当地的基础设施跟不跟得上。他说那个时候他注意到一件事，没有人说不走，差别只是走得快走得慢，或者还在观望，但不走这个选项好像已经从大家的字典里消失了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停一下跟你说一件事。我知道可能有些人听到这里会想，你这不是在唱衰大陆吗？你立场有问题。我要说的是，不是。我讲的这三件事，账期问题、就业问题、台商迁移，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现象，不是我编出来的。但我也没有说这就叫做崩盘，因为崩盘是一个时间点，是某一天早上醒来，一切都没了。而他描述给我的是一个过程，一个缓慢的，让人很难立刻说清楚的过程。更准确的说法，也许是这样，一个旧的经济运作模式正在失效。我们来想想，过去20年，中国经济靠的是什么？3条腿。第一条腿，低成本劳动力，大量农村人口进城，愿意接受相对低廉的工资，让中国制造的价格打遍全球。第二条腿，庞大的内需市场，14亿人，中产阶级快速崛起，消费意愿强，房地产带动一大片上下游产业链。第三条腿，外资订单和技术引进，外国企业看上中国的市场和成本优势，持续流入资本和技术，带动就业和产业升级。这3条腿现在都在摇晃，劳动力成本已经涨上来了，越南、印尼的成本比中国低很多，制造业自然就往那边流。内需被什么压住了呢？很大程度上是房贷。过去10几年，很多家庭把大量的积蓄和未来的现金流都压在房地产上，房价一跌，资产缩水，消费意愿自然就下来了。外资呢？地缘政治的紧张让很多企业开始做中国+1或者去中国化的布局，这不是短期的，是战略层面的重新排列。这3件事叠在一起，而且是同时发生的。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决策失误，也不是某一个政策的问题，这是一个超大体量的经济体在经历它必然会经历的结构转型，只是这一次转型的速度要求和外部的压力同时到来了，叠在一起了。老实说，每次想到这个，我都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，因为这里面有多少人的命运是被卷进去的，不只是台商，是大陆普通的工人、年轻人，那些把一辈子积蓄放进房子里的家庭，他们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站在了一个时代转弯的地方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台湾朋友会想，好，这是大陆的事，我们看热闹就好了，跟台湾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台湾目前还有大量企业、供应链、客户、应收账款、资金都还跟对岸缠在一起，这不是几十家，是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。台湾的出口结构里，直接或间接流向大陆的比例，虽然这几年在下降，但还是相当可观。如果对岸的消费力持续下滑，意思是大陆中产阶级手里的钱变少了，消费意愿降低了，那台湾出口到那边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就会减少。如果账期继续拉长，倒账继续发生，那还在对岸做生意的台商坏账风险就会上升，最后这些损失会传回台湾。如果外资持续迁离，台商跟着迁离，那原来建立在中国这个生产基地上的供应链就要重新布局。重新布局意味着成本，意味着阵痛，但也意味着机会。
取决于你有没有准备好接住。这些变化不会以一个很清晰的方式出现在你的生活里，不会有某一天你看到新闻说，因为大陆经济问题，台湾某某受到影响。它会是很隐性的。你老板跟你说今年生意难做，先缓一缓调薪，你的供应商说原料出货要等久一点，你打算找工作，发现某个产业的职缺突然少了。就是这样慢慢的渗进来。那个东莞工厂主把工厂关了之后去了越南考察。他说第一次踏上越南的土地，看到那边的工业区，看到那边的年轻工人，他心里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。他说很像20年前我第一次去东莞的感觉，那种蓬勃的粗绿的什么都还不完善，但到处都是机会的感觉。我问他这算是重新开始吗？他想了一下说也不算重新开始，我这辈子在东莞学到的东西都带着走的，只是舞台换了。我觉得这个人他并不是在逃跑，他是在承认一件事，有些东西他变了，你没办法让他回头，你能做的是决定自己怎么往前走。我想用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这期内容，不是中国经济有没有在崩这个问题，专家可以吵到地老天荒，你也听不到答案。真正值得想的问题是，当一个你依赖的旧秩序开始动摇，你是站在原地等它稳定，还是先想清楚自己的下一步在哪里？那个工厂主最后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一直记着。他说不是大陆不好了，是我不能再等它好了。我不知道你听完这句话是什么感觉，但我是有点心酸的，因为那20年是真的20年。